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2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停止做多，反弹风险到来。如果你持有英伟达或者谷歌，那么这个视频将帮你规避重大损失。谷歌进入短线超买297支撑价位将面临重要考验，而英伟达头肩顶形态若确认，很容易引发技术面的抛售行为。设置好止损点和观察点，帮助你在风险来临前做好充分准备。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5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的行情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最为关键的，有关于纳斯达克指数它的技术面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缺口以及3连阳还有趋势的变盘点，告诉大家如何去识别当前所出现的风险，它又如何应该去规避。而对于指数环境认识之后，我们再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那么阿哲呢一直强调先大后小，我们先看指数环境，再去做个股的操作策略制定。那么在近期反弹时，我们如果去做多个股，你会发现你赚钱的一个可能性会比之前下跌时要大很多。这就是指数它的重要程度，以及我们为什么提前分析指数。好，那么在第二部分，我们也讲到个股分别是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UPST、微软、博通、AMD、HOD、HMS、APP、Circle、SMCI、PLTR、Coin、Coreaway、美光、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要告知各位。第一个就是我们视频当中目录所涉及的标的比较多，阿哲分析的股票呢偏多的情况下，时间一般会比较长。如果您不太习惯观看长视频，以及不是说所有个股你都特别关注的话，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一个时间轴，阿哲把所有的段落都分清楚了，您点击对应的个股，可以瞬间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可以帮助到您观看本期视频。那么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指数分析环节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它是我们最为关键的一个策略，因为它是最为关键的本期视频最精华的一部分。那我们来看到今天要讲到的第一个叫缺口。在市场反弹过程当中呢，它前期有2个缺口是要关注的，一个呢是最高位附近它的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以及呢这一次反弹高点后的一个向下跳空缺口。它分别对应的是前面高点后市场的一个大型的出货行为，以及呢第二次反弹之后市场再次的一个离场现象。那么这2个缺口将会具有强大的一个压力现象，那么这2个缺口将是一个强大的压力区间，而股价碰到这个缺口将会产生的是一个空方再次出现，以及呢市场容易有抛售行为，这是曾经我们讲过的缺口的一个表现。而今天我们再做个复习，缺口它分为2种，一种是向上的跳空缺口，一种是向下的跳空缺口。上缺口代表多方力量，下缺口代表空方力量。那么这种缺口我们如何去应用，它在不同的趋势下会有不同的表现。我们今天再次学习一下。如果您是老同学，已经听过缺口和反弹上扬顶的，那么可以跳过，可以直接学习呢个股部分。而如果是新同学，那么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当前你所看到的是市场当中的一个缺口，那么蓝色块就是一个向上跳空缺口，那么粉色块它就是一个向下跳空缺口。那么缺口的一个使用，一般你要先分清楚目前所处的趋势。如果行情处于上行趋势或者说下行趋势，那么它的缺口会有不同的特征。一般上升趋势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向上跳空缺口，它代表多方在这个位置继续的上攻，多方依旧强势。那么甚至我们可以因为缺口而去追涨。那么上升趋势的缺口正常它不会被轻易回补，哪怕它被回补，它也会瞬间出现一种动作，就是一回补就立马有人去抄底，立马有人去买。所以要么上升趋势的缺口是不被补的，要么就是一被补立马就见到低点，这是一个很强势的多方走势。而上升趋势的下跳缺口呢，它就是反过来了。一旦出现下跳缺口，它这个缺口我们首先知道，因为多方市场，那么空方的力量它是不够的，那么下跳缺口将会很容易被短线回补。另外一点就是它被回补之后所产生的空方力量是不强的，甚至是没有空方力量，它跟上行缺口是反过来的。所以正常来讲，如果你发现上升趋势突然出现一个向下跳空缺口，那么你要知道了，如果目前依旧处于上升趋势，那么这个缺口它会被很快回补，并且回补之后呢，不会出现太过于明显的一个压力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表当中曾经在这一波上涨当中有3个向下的跳空缺口，那么它出现之后呢，都有一个特征，就是缺口会被很快速的短线回补。
而且回补之后呢，市场是不阻碍它的，它是没有任何压力的，所以市场基本还是很顺畅的上行。而向上的跳空缺口基本要么不回补，要么一回补呢就有多方的力量产生，所以这是一个上升趋势的序列，而下降趋势呢就都反过来。那么如果你知道目前是上升趋势，你就可以用缺口来去做多头和空方的交易。那么还可以逆推，就如果你发现某一个股价走势当中，它突然出现的是上缺口被补了，市场就见低点，或者上缺口出现它都不回补，或者说哪怕回补它都有强支撑，那么这种市场一般是上升趋势。反过来，如果空方缺口一旦出现就很难回补，或者说回补之后有很强的一个压力，那么就说明大家处于一个下跌趋势当中。所以之前的上升趋势我们可以看到缺口的表现都是如此一直没有变，直到最近产生的这一段行情。最近产生的行情走势有一个特征，在这里的时候呢还出现缺口回补，就直接见到了一个低点，是吧？直接上涨加速，每个缺口产生都是加速加速加速。那么这个缺口出现时呢，回补反弹没有问题，但后续的缺口都被回补了。我们说正常来讲，它不会说出现缺口的连续回补，这是上升趋势的一个特点，因为它回补一个可能就是低点了，它回补一个就有支撑了，但是它回补一个有支撑却只是短期的，再次回补有支撑，但都是反弹。而它出现的向下跳空缺口，你会发现它都没有被回补，或者说短期都没回补，而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反弹下跌再去尝试回补，所以这已经超过了短期的实现了。所以股价走势目前近期所产生的缺口它这两个缺口已经没有被短线回补，而后它当下就容易出现的是压力和空方的出现。所以当前每次向上反弹到达缺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是一个强压力区，它只有收一根阳线把它给吃掉，才能够往上看下一个缺口，否则在这里它收了一个长上影线，就说明已经是构成了左侧高抛的一个条件。而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而当前的市场是一个多头弱势空方强势，那么这种向上的跳空缺口它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会被很快回补，第二个是它被回补之后呢没有太多的支撑，会有反馈。所以这是一个上趋势缺口和下趋势缺口的一个区别。所以当前上方是压力，底下的支撑是弱支撑，那么强压力弱支撑这里收阴线，一旦出现下跌就要小心。所以当前呢，你可以做右侧，你也可以说不卖；左侧的话直接触发了一个卖点。如果是右侧，就等待一根阴线把这个缺口吃掉，你再去卖也可以。当然这个呢，有时候可能会晚一点，但是可能会更加准确一些。以上就是第一个我们所说的缺口分析，那么个股指数都可以这么去看。第二个，我们看一下什么叫反弹三阳顶。反弹三阳顶呢，是用于市场当中处于一个下跌趋势的反弹行情，亦或者是震荡行情的上涨阶段。一旦出现连阳，就有可能出现趋势的衰竭，多头呢可能就会走弱。那么学习这个方法之前，你需要明白一点，就是市场当中的一个 K 线，它有三个要素，一个呢是它的影线，影线代表转折的意愿，下影线越长，代表向上转折的意愿越强；上影线越长，则代表向下转的意愿越强。所以这是影线。然后就是它的一个颜色，颜色呢就代表阴阳涨跌如果是绿色就是上涨，当天上涨；如果是阴线就是下跌，当天是收跌的。第三个就是它的实体部分，就是它的蜡烛的主体烛身。那么这个蜡烛的烛身，它就是实体，代表它的一个动能。当实体越长，动能越强，是吧？阴线实体长，则下跌动能强；阳线实体长，则上涨动能强。那股价如果在连续的上涨当中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它的实体如果在缩短，就说明它处于一种上涨动能衰竭走弱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根 K 线，它的实体在不断的减短缩短，所以这个动作就叫做上涨时的上涨动能衰竭，它也叫做反弹的三阳顶。所以股价走势什么叫三阳顶？最后一根阳线和它的昨天阳线实体出现缩短了，而它又处于连阳当中就有一种三阳顶的特征。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中的三阳顶表现。目前所看的是纳指近期的一个行情走势那么三阳顶的一个具体要求，阿哲在这里说一下。首先必须得要是三根阳线，而三根阳线产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到它的最后一根以及它的昨天。当最后一根阳线的实体比昨天的实体缩短，就可以构成三阳顶。而后它只要是下跌反弹当中，就要特别小心。第三根 K 线的实体比第二根 K 线的实体缩短的越明显越好。第三根如果是十日星，效果会更好。我们看到前期这里价格走势呢，在出现连续加速之后第三根阳线的实体比第二根要缩短了，所以这里是一个三阳顶。那么上方呢就是一个钻石信号，所以这个是个风险信号。它有两种卖点，第一种就是上涨遇到它，第二天不管3721就是高抛，
它还有一种卖点，就是右侧就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位，直接下跌破位我再去卖，所以这是2种卖点。那么看到股价下跌时这一波反弹是吧？3号 K 线实体和2号 K 线的实体缩短了，那么直接第二天高抛，亦或者是跌破再去卖出。左侧呢一般卖的会快一点，但有时候呢可能会卖飞；右侧呢会卖得稳一点，但很多时候可能会卖晚。所以在本次的反弹当中，其实三阳顶呢在这一天就出现了，这它的实体比昨天缩短，所以这里呢有一个钻石信号。那这一天开始，第二天就高抛，或者你把它实体作为防守位。好，那么你会看到周三的时候又是三阳顶，它的实体又缩短了，所以这一根 K 线它也是三阳小顶。那么以它的实体下沿作为防守位，或者说你用它的最低价做防守也行。比较激进的啊，你呢不管它跌不跌啊，今天依旧高抛，是吧？这就是一个反弹当中遇到三阳顶啊，趋势动能衰竭时你可以用的一种应对方案。当然上升趋势就不太建议去用，因为上升趋势呢比较强势，有时候遇到三阳顶，你最好是用右侧去卖啊，而不是盲目用左侧。下跌趋势弱势行情多头弱势啊，你再去用左侧效果会好一些。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缺口和反弹三阳顶的一个分析，基本呢都是通过价格行为我们的 K 线来进行展现和使用的，所以它呢比较简单，并且在每一只个股当中 K 线图表当中都能够这么去观察。阿哲也希望前面2部分内容能够对您产生一些帮助和应对当下的市场，看一下你手中股票是否有出现缺口和反弹三阳顶。那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的点赞，支持阿哲每期视频的创作。当然，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也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按钮，可以评论阿哲视频，那么留下您宝贵的建议。而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在首次见到阿哲之后，能够点击订阅按钮。如果阿哲视频能够帮助到您，知识点您感兴趣，希望以后长期学习，那么都可以点击这个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如果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我们可以一起的交流。如果您能够把全部铃铛全点开会更好，因为这个铃铛如果都点开，那么以后我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的时候啊，那么系统会首先第一个通过弹窗的方式告知您，您就不会错过每一个知识点和每一个阿哲的观点。感谢您的订阅和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呢，要讲一下趋势的变盘。这个变盘呢，是指市场走势在上涨途中容易发生转势，或下跌途中容易发生转势的一种动作。那么这种变盘日应该怎么识别？那么它需要用到我们订阅粉丝同学能够去使用到的一个指标，叫做彩虹带。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图表就是一个彩虹带指标，也是趋势的分析指标，能够让我们去看到趋势在哪里容易发生变盘信号。如果您是已经订阅阿哲频道的，那么这一个指标您应该也能够去使用得到，只要找到朱毅老师去激活一下权限即可。那么阿哲来说一下怎么用这一个指标来去判断市场即将发生明显的变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带，这个趋势带呢，如果是紫色，说明目前是属于上升趋势；如果是一个黄色，说明是一个下降趋势。所以股价在黄色带当中就会产生压力，在紫色带当中会有支撑。所以紫色带时，股价每次下跌到紫色带附近，我们就要找到的是低点的变盘；而如果是股价是一个黄色带，那么反弹时就要找的是一个高点的变盘。这种变盘点呢，有分为普通变盘和极限变盘。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极限的变盘，因为最近的行情是比较极限的短线超买，短线上涨。这一个紫色飘带和黄色飘带，它其实界定了市场在上涨回调时的正常区间和下跌反弹时的一个正常空间。所以股价一旦超过正常区间，它就容易遇到一个极值，这种极值将容易引发本趋势一种变盘行情。比如说在股价是紫色带的时候，它的一个正常均值回调时就应该在紫色带上，而如果超过了这个值，就容易引发超卖以及呢低点变盘。所以这一根阴线下砸穿过了飘带，只要趋势不变，那么这种穿过的动作就容易引发低点变盘。所以你会发现每次下穿这一个飘带的时候，都超过了回调的均值，所以它很容易产生变盘低点。包括前期这种是吧，穿过飘带跌破飘带，它就容易产生低点变盘。那反之，如果是一个空方蓄力，一旦出现上穿飘带，它也容易引发变盘信号，也是一种相对的超买变盘。比如说像曾经这里市场呢是紫色带，正常下穿是低点，变盘低点就趋势不变是正常的，但没想到它上穿的时候也变成了高点。所以这种紫飘带如果你发现它上穿时就是高点，那么你要小心了。好，那么下穿时如果没变低点，那么也同样要小心。这种就是趋势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出现了一个
转换，多空之间开始变换。所以当下市场出现了空方，那空方的话，它上穿了一个飘带，所以这里呢容易产生的是高点变盘。那具体它会怎么变？那么一种是空方比较强势的，就是它一上穿就是高点，它的表现会在今天收阴线重新跌回到飘带之内，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飘带的上沿。那目前这个飘带的上沿是多少呢？是23193.94。如果今天收盘跌破，那么就说明这里是一个变盘高点，要小心了。这里是反弹高点可能性大大增加。当然今天呢没有开盘，这的意思是指下一个交易日下一根 K 线。而另外一种变盘就是它容易在收盘价高过这个飘带上沿的第二根 K 线的时候产生压力，或者说跌破第二根 K 线的时候产生支撑。我们找一个案例为大家去讲解。目前你所看到的是纳斯达克指数18年到19年的一个行情图表。在这个图表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飘带如果是紫色，就说明它是一个上升趋势下跌呢有均值，超过均值，那么容易产生低点变盘。你会发现这里跌破了一天，那么第一根 K 线是吧？跌破第一根，第二天还是收盘价在这之下，所以它没有第二天就收回去所以这个低点变盘呢，它是属于第二种，就是它还在延续下跌。好，那么在超卖之后还继续出现超卖，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了。那这个地方将是最后的支撑，它这个低点不能破，而后它的高点要被突破，只要突破就说明这里确实是低点变盘，而市场容易在紫飘带出现上行。我们再看到像这里股价上涨，正常呢它的回调就是均值回调，那么就是在紫色飘带上出现了这个支撑。而如果是比较大范围的是吧，跌破一根没有止跌，那么第二根这里将在2根之内选偏低的 K 线寻找支撑，它不能被有效跌破，而后这里面的第二根 K 线，那么这里面偏低的高点应该被后续突破，那么市场将还能够继续新高。而我们刚才看到这些地方是吧，跌破一根，跌破2根，2根里面选最低的作为支撑，选偏低的高点作为压力，能够突破压力不跌破支撑，那么这里将再次的看涨。所以每次产生这种行情破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趋势容易引发变盘点。在下跌趋势当中也是一样的，是吧？这里突破一根2根选偏高的是一个压力，偏低的高点作为支撑跌破为风险。那么突破第一根，这里是第二根，2根里面选偏高为压力，这里不是有效突破，它是关头阴线，然后重新的跌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变盘高点，是风险。这种2天变盘属于相对的多头很强了，如果比较弱的比较正常的，它应该是上穿的第一天就容易见高点，第二天呢回落，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高点的判定。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趋势变盘日可以去关注的。当出现下穿均值的时候，或者是上穿均值的时候，超过了日常的一个所束缚的一个价位，那么它就容易产生变盘的现象。一般这种是极限的变盘。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部分，有关纳斯达克指数的技术面的一个分析，通过缺口、反弹三阳和趋势变盘来去看待。接下来我们将会讲到第二部分，是个股解析。当然在此之前，阿哲需要去说一下我们的订阅粉丝福利，你应该怎么去领取。刚才我们有讲到阿哲所用的趋势指标，你可以去看趋势，也可以去看变盘和一些高低点的一个判定预测。那么这个指标，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您是可以去领取的。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您在订阅阿哲之后，可以默认领取3重福利。那么第一重福利是彩虹贷的1周体验权限，所以这个福利大家如果激活之后，您都可以看到您手中的股票是什么样的一个彩虹贷的状态，就可以按照阿哲刚刚所说的方法去进行使用。那么彩虹贷的激活，您可以看一下右上角有一个小卡片，那呢是助理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找到助教可以去激活这3重福利。当然了，您在视频底下评论区去点击置顶评论，有一条链接，也是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那么也可以找到助教去激活这3重福利。2重福利是我们的盘前广播盘前解析。我们日常呢在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去写到一些盘前广播和提示，会有指数分析和个股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比如说昨天是吧，11月26号，那么阿哲也就提前说到了黄飘带的一个压力在哪里，以及呢目前是不是三阳小底。那么下跌反弹中遇到，那么可以开始进行高抛了。在昨天周3的上涨，你可以继续去找高抛点，你也可以去找右侧防守位都没有问题。像这些内容呢，你除了看阿哲的视频之外，在阿哲的盘前广播当中，你也可以提前的去进行提前，那么你也可以提前去知晓因为写文字呢会比录视频要更快一些，所以阿哲呢是每天都有写，你可以更加及时的去看到阿哲的观点。而在上周五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有提醒到本周是容易反弹的，所以当时有讲到市场当中，你只要去不断的下跌，
创新低就买进啊。正常来讲，你3次短线之内是很容易把握到一波反弹的。那本周的反弹是不是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盘前广播啊也是会有一些帮助。那么大家如果利用得好，它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错的一些观点和收益，这是我们的第2重福利。第3重福利呢，就是每周不重样的一些知识课程。那么这些课程呢，会结合盘面实际的一个行情走势、个股指数去进行结合分析。所以如果你想要把技术分析学好，并且用在实战当中，我们在内部会有很多的实战课程，为大家去用技术分析的知识点结合实际盘面去结合教学。那每节课呢都是直播课，在香港时间早上10点，您找到助教之后去可以报名我们每周不重样的一个主题班课了。这是我们的3重福利。希望这3重福利大家可以在找到助教之后呢，及时的去进行一个领取。特别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不要错过阿哲精心准备的这3重礼物，希望对您能够产生比较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图表最近呢也是一个反弹。我们在上周周6的视频当中就有讲过，市场一旦出现了反弹，那不管是什么个股，它其实都容易产生跟随的反弹，因为市场影响大部分的个股，所以特斯拉反弹也很正常。但大家注意了，如果目前你本周手中的股票是没有反弹的，就要小心。除了极小概率能够有补涨的可能，大部分个股都属于很弱的，所以不反弹的个股现在要开始小心，不要随便做多。而特斯拉属于正常的一个反弹，那么因为当前指数呢属于一种三小顶上涨走弱的状态，所以特斯拉也是跟随的，3根阳线也是上阳顶，第3根呢它的一个实体是不是缩短了？而且左边的缺口它也是个向下的缺口，这个缺口之前补了一下就下跌了，目前又补一下，空方的力量依旧会存在，因为现在的特斯拉是走了一个下跌的结构，所以有一定的下跌趋势的可能。这一次的回补它也容易出现空方的力量，所以通过3小顶和缺口的压力，这里它不是一个很好的做多点。虽然说它站上了420的压力位，但这里站上之后如果再跌落，是不是依旧说明420的压力是有效的？所以当前这里如果前期没低吸，这个地方就不要随便去买入了，这个地方不能随便加仓，等待它对439.6的进攻，否则再跌落420，这个地方将可能还得要往367.34去运行。所以整体来讲，当前依旧先看反弹，不要随便的认为这里就是一个反转底部。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那当前呢，我们所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图表当中呢有一些 K 线，阿哲需要做一个介绍。图表当中你会发现这里呢是一个黄色 K 线，黄色 K 线代表波段上有一种超买的可能，它进入到了一个风险区域，而且是波段上的。所以每次出现黄 K 线你要注意了，它不能够再随便买了，不能再追了。前面回调时你不买，出现黄 K 之后你就喜欢买，那不套你套谁？所以一旦进入到黄 K， 就说明当前的价格想要再加速，它的机会是不大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是比较希望是紫色带上回调买。一旦出现黄 K 呢，你要知道了，它容易有风险，它不是每次都会跌，但是一旦跌起来，你也有可能受不了。就是黄 K 时尽量不要加仓买股票，特别它如果还是黄色带上的黄 K 就更不要了。左侧如果做反弹遇到黄带黄 K 开始就要减仓，如果收阴开始下跌，负阴线或者说直接破黄 K 低点，都是减仓信号。而我们看到现在它是不是一个黄 K？ 黄 K 产生而且是反弹，反弹还不上目前比较强势的，而又是一个黄带，那么当下就是一个风险。而股价走势是一个黄 K 线的时候它又有长下影线的时候，我们的防守位可以用这根阳线的低点，实体低点，因为下影线比较长嘛，你用下影线的话会比较远一点。如果收阴线跌破，不管是跌破实体低点还是整体的低点，那么都可以作为右侧的风险点。如果你是比较偏右侧的，你说阿哲目前就收阳线，我就不卖，好，那你可以继续持有，等待收阴跌破黄 K 低点。否则如果是左侧同学，你说阿哲我是左侧低吸的，现在我想左侧高抛，好，黄 K 出现已经可以高抛，你可以一部分仓位用左侧高抛，一部分仓位留着右侧出现风险再去卖出都是可以的。目前的飘带上沿是 434.254， 它是上方的另外一个压力位。它的中轴线目前是 425.882， 这呢是另外一个压力位。它的下沿是 417.509。 相对飘带的一个右侧更加明确的风险就是收阴线把飘带给跌穿，那么这里一旦收盘再跌破 417.509， 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右侧风险，这也是右侧的变盘高点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所以当前的特斯拉进入到了黄 K， 阿哲肯定不建议你去加仓买进，而后减不减仓看个人，左侧可以减，右侧可以等阴线。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eta 的行情走势呢，基本上和我们所讲到的大体相符，因为市场呢出现了日周线的九转，目前周线九转还等待形成，但基本大概率形成。就除非本周的这个上涨，它能够直接涨到前面这一周，就4周前这根 K 线的收盘价之上，它才能够就收稳站住，这个九转才会失败，否则的话呢，它就会是九转。而目前来看，它成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因为就剩一个交易日了，本周基本上少了一个交易日，所以它要去涨上去有点难。而从日线上已经是九转形成，我们说九转形成之后啊，关注阳线启动是吧？出现的时候你就可以做短线看涨了，只是目前短线依旧是看反弹，但是还是不错的，因为价格走势直接把整体九转结构的1号 K 线的高点给吃掉。如果您是财生同学，你应该知道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结构性的破坏，下跌趋势开始迎接一个强势的多头，那么后续只要2次不创新低，它的趋势将容易走出反转。所以当前的 Meta 在日线上开始做反弹，后续调整力度不强，那么可以看反转。然后阿哲把关键的空间价位再给大家去讲一讲。那目前我们所看到是 Meta 的空间分析，那图表当中的这些价位都是关键的价位。阿哲所用的是内部财生所使用的奇门9价预测指标。那么曾经我们说过586.06 这附近是一个重要支撑，结合九转它出现反弹概率是比较大的。那当时这个支撑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支撑位的共振，而共振之下产生的反弹，上方它的压力要关注635.47以及呢653.79这两个价位。当前价格连续的反弹，它已经遇到了这一个支撑位的压力。目前价格的一个反弹已经遇到了635.47这个压力位，而后收一根阴线，所以当下的股价走势强势反弹遇到压力，这个压力下已经收阴，再次跌破，所以这是一个减仓点。如果继续收阳线上涨，那么下一个压力就看到653.79这个地方，如果也收阴线，也同样要去减仓。所以我们在这里减仓只是一种风险的防范，不是说它一定会跌，但是已经构成减仓点，因为压力位开始产生效果和反馈。以上呢是对于 Meta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为什么我们说它有点像头肩顶的雏形啊？因为它最近出现了一个上涨回踩，然后新高，但是后续又跌了回来，再出现一个反弹，再次下跌，所以从一个走势下，它是类似于头肩顶形态，当然它不是说很标准啊，但是有那么一种动作了。价格走势它也可以看作是已经破了颈线位，只是破了之后啊，有不断的长下影线产生，然后反弹。但从近期的一个走势，市场是不是很强的反弹？但是它却是震荡，所以从这个结构来看，它是走了顶部结构，而后反弹弱势。目前资金不是很青睐，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容易继续走弱，所以当前要么是震荡，要么是走下跌，这个地方去再做多，它的风险性会比较大。所以如果前期做过反弹的，在这里肯定是要以减仓为主，等到明确的有阳线重新站回之前的压力区间，我们再去积极做多。而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波波段的调整，而结合下方的成交量，你会发现在这种头肩顶形态当中的形成，它的量能就是下跌时所放出的量能，它是在变大的，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现象。量能的变大说明市场当中离场的一个欲望是从前期到现在在增加的，这种活跃它在一个相对拉升之后产生不太好，所以股价再次反弹就容易遇到之前的抛压抛售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容易出现空方愈演愈烈的状态，空方容易再次加强的状态，所以这里的英伟达去做多，它已经有点风险了，之前的筹码已经要减仓，甚至呢，如果你比较高位买入的，那么要止损。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层面，这个地方要去破解这种灾害，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阳线重新回到颈线之上，后续呢要去把左边这根长量长阴线高点给吃掉才行。那你会发现目前的一个指数是突破了这种大阴线高点，而它还没有突破，离得很远，这也是一种弱势表现。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的短线表现。当下呢，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个走势，你会发现其实低点已经在开始降低，高点也在降低。它其实除了是头肩顶的这种雏形之外，它也有点向下的这种收敛通道的状态，所以不是说很好了。价格走势也是黄色飘带，
之前一次反攻，但是没有站到飘带之上啊，没有站稳，它形成一个压力确认，所以当下的反弹呢，它的压力下沿 185.930， 这里呢依旧是彩虹带的第一个压力，反弹弱势，那么这里的压力正常是很难过去的。而后这里如果再转为红灯，那么市场当中又是一个触及压力转弱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要做多，对于很右侧来讲啊，我们最好是等待它站上飘带回踩有支撑再去看，否则一过飘带就是高点，是吧？一过飘带就是高点，这种是空方的一个序列啊。如果这里一过飘带或一碰飘带就是高点，就说明还是空方，那空方呢就容易还有新的低点。所以当前的英伟达整体空方占优，而多方是慢慢的在每次反弹当中在变弱了啊，所以这是要小心的去做多英伟达的同学啊。目前确实是技术面上可以看出肉眼可见的转弱。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比较多，那么阿哲呢，除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会讲的相对详细一点之外，很多可能会一带而过啊。整体讲一些看法和观点，但彩虹带的趋势，阿哲是每一只个股都会去分析的。所以如果您还没有激活彩虹带权限的，那么记得及时找到助教去激活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3重福利。那目前看到第一只标的是谷歌。我们可以看到谷歌的图表中是很明确的，不管是短线啊、中线啊，其实都还是处于一种上升趋势啊。170 MA 向上，飘带呢也是向上，只是飘带中所出现的一个黄 K 信号，在周二的时候出现了，所以市场目前是一个短线波段的超买现象。但因为它是一个强势的紫色飘带，所以黄 K 呢不代表它就会有暴跌或者说大趋势的反转，除非它真的是一个很大级别的无量高点等等才有可能。所以很多时候黄 K 出现时，我们可以用一个防守策略，就是如果它黄 K 产生了，离飘带是比较近的，这种风险一般比较小。另外一种就是离黄 K 比较远，但是黄 K 出现的时候啊，它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破位现象。好，那么这种呢也还有机会。所以在回踩飘带时啊，一般呢都还是会有支撑效果产生的。黄 K 低点没有被有效破位，或者说它在接近破位的时候呢，产生了回踩支撑，这种其实就风险有限。比较危险的是那种直接高开之后产生的黄 K， 那这种黄 K 我们依旧看一下会不会破位，不破位就还好，一切的问题就不大，反而后续啊可能黄 K 反而会产生支撑。当前就是有加速的黄 K， 是吧？加速后长的黄 K 这种一旦破，它就是回调飘带的一个动作，所以之前这里它也是黄 K， 是吧？远离飘带，那黄 K 被突破，它就是一个支撑。那当下的黄 K 没有被突破，反而被跌破，所以它是风险。它的风险来源于整体上升趋势当中对于飘带的一个回调，所以当下就是一个风险，而后它的风险要回调飘带。而目前飘带的支撑是 296.552， 跟我们上期视频所讲到的支撑位基本重合，所以这里将是一个强大的支撑区。股价往下调就看这个地方，只要撑得住，基本上向上继续看涨。而我们也看到它这里有个缺口，缺口它也是支撑，所以谷歌的趋势是没有问题的。在这种强势的趋势之下，回踩缺口，那基本上止跌阳又能够去看涨，是吧？像前期这种，你看这种下跳缺口在强势上涨当中，它的下场就是很快被回补，回补之后基本上不再跌破，反而转为支撑啊。所以上升趋势很强势，缺口则作为支撑，而后回补时将会有多单产生。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甲骨文，甲骨文很明显是处于一种弱势反弹，指数呢连续走出连阳是连阳，它呢走了一根假阴线，前面呢还是下跌的，所以它这种反弹是比较弱的。上方有一个强大的压力在哪里呢？在这一个夹角处 218.86 附近，一个是波段下沿压力，一个是170破位之后的压力。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它得要突破这个压力，才能够去看后续是否转折强势，否则它就属于弱势的反弹。弱势反弹就是它都无法去突破飘带，所以它是属于空方下的一个均值的回归。价格走势反弹是吧？正常就反弹到这里，它反弹到这里就是正常的反弹，正常有高点，所以股价反弹如果连均值都到不了，那就还是弱势，是吧？依旧还是保持下跌趋势嘛。所以当下就还是空方的序列，它虽然有绿灯，有白 K 突破，有长线影线，是吧？有所谓的探底神针，但趋势还是空头，上方有压力。这里的神针不管多么神，只要这个地方它无法强势突破，这里是吧？还是容易有新低的。所以任何的交易之前，我们看趋势，趋势为核心，黄飘带它就先看反弹。那么哪怕反弹再强势，它都是一个风险点，我们最多就做超跌反弹，但是你要知道超跌反弹仓位就不要重，不要一开始就以为它能够反转。
很多同学为什么经常会抄底在半山腰而后被深套很痛苦，就是因为每一个反弹时的低点你都以为它是大级别的反弹低点，却不料它就是下跌时的一个小低点，后续很容易被跌破。所以每一个下跌趋势的低点都以反弹来看待，等到未来你发现它真的好像不会跌破，很强势，我们再慢慢去看反转。在此之前连左边高点都无法突破的这种反弹都只是反弹。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UPST 这一类个股，我发现很多同学也有关注，但它基本上也还是什么动作啊？它还是一种空方飘带啊。空方飘带它再怎么短线走的强势，就还是只看反弹。股价上涨只要过了飘带，是不是容易产生变盘高点？过飘带就回落，这是不是一种变盘的现象？好，现在又是过飘带，过飘带三阳小顶，而后它是一个上影线，类似十日星，所以这个地方过飘带也容易有高点，它同样还有黄 K， 所以这里就差一根阴线而已。如果收一根阴线，基本上风险就是右侧确认，目前是左侧的，所以左侧有风险，右侧待确认，你可以直接减仓，直接高抛，也可以减仓一部分，右侧等待卖出。当然你可以全部等右侧都没有问题。当正常下跌反弹的时候，左侧去减一部分仓位，一般是没有太多错误的，一般是正确的。我们看到飘带的上沿是多少？飘带的上沿是 42.227， 这里呢作为一个压力，收盘站上不代表就反转，收盘站上只能说是另外一种变盘点，在极值当中再挺先一步，那么就是看两根 K 线，这一点大家注意了，不是说突破了就没风险，只要是还带就还是反弹，趋势一旦形成没那么容易反转。那么我们再往前看，是吧？有时候可能真的反弹力度比较强，是吧？蓝 K 出现超跌啊，反弹，那反弹之后啊，你会发现那一根两根它还是压力，压力不过跌破就还是风险，所以整体来讲，黄带之下可以做多，但是依旧看反弹，有利润就已经算你厉害了。而后我们再看下的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它是属于一种波段下跌很强势，但是170还是向上运行，所以它属于强势的长期趋势，而后产生了一波回调。我们把这一个170作为上升中长期的判定，还是向上的，所以它是属于一种中长期涨得太好之后啊，一波回调。那么这种回调是否真能够在这里止住，就看一下回调的时候它正常的止跌区间。如果在170回踩时就能够止跌，而后继续走上行，那肯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在这里去关注每一个股价回到170的动作，是吧？我们说回到这里有白 K 有突破，所以这里初步判定止跌了。止跌之后中长线有支撑，看中长线支撑的反攻之下，支撑之下所产生的多头能不能够把中期以内的中短期趋势给改变，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究竟是长期来去制约着我们的中短期趋势，还是中短期强势后续影响到中长期趋势，这是我们要去关注价格的一个行为。本次的反弹，这个下沿目前还没到啊，491.963，它的反弹也还是算弱势的，因为整体指数早就过了左边这根阴线了，它还没过，所以这里是个强压力，它有一个阴线的抛压，以及呢有一个飘带的压力。之前这里也是反弹有压力，小心再新低，反弹有压力，小心再新低。如果反弹有压力，小心没有新低，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170还是有力度的，那么就等什么？等这里足够的收窄震荡，再选择方向，是吧？它有可能会由一个反弹转为震荡，而后再选择方向。所以这种股票啊，一般就不要着急，你呢需要等一个明确信号。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做微软的抄底，这个地方你可以做买入吗？可以，但是只是建仓的思路，你应该左侧买。这个地方出现了白 K， 是吧？你在这种位置去布局，后面回到这里不创新低，继续找买点，千万不要追着买，而是等回调买。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VGO 是博通，博通的话呢，它就还是处于震荡，所以你会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区间，一种震荡区间，整体呢没有太过于差别。目前的博通是突破了左边的这种关头阴线，所以还算是不错的，但它进入到了一个黄 K， 有黄 K 产生的地方，左侧是不是产生一个高点？这里要注意了，小心 K 线阴线的产生。本来在突破关头阴的时候是可以作为加仓条件的，但因为突破的时候有黄 K， 所以就先不作为买点，等待一个调整之后，黄 K 消失之后，看对于这一个区间关头阴的区间它的回踩力度。如果回踩关头阴而不回踩飘带，那么这个地方找再次的买点即可，这种就属于强势的。在本次反弹当中，谷歌肯定是强于指数的，所以可以关注后续回踩之后调整之后它的下一个买点啊，这是博通。我们看到这个下沿是多少啊？前方关头阴线的最低价是370.06，所以最好的一个剧情是什么？
这里先震荡一下，调一调，是吧？然后飘带往上走一走，这个地方它在这里汇聚一个密集支撑，再往上启动会更好。在这里呢就不做加仓了，哪怕再涨也不加仓，因为它是一个黄 K， 黄 K 小心风险。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MD 是不是产生了蓝 K 之后反弹？但很明显，你说这个反弹力度强还是弱呢？肯定是不强的，所以不强的反弹就属于弱于指数环境。然后它离黄带还有一个距离 228.076， 是黄带下沿，都还没碰到，有点远，而指数都穿过去了，所以反弹弱势。那反弹弱势，后续指数如果见高点下跌，它也很容易遇见高点，而后跌得更厉害。所以很多个股呢，阿哲标记的都是浅绿色，只能看短线的反弹，而不是说多么强势啊。所以当前呢是绿 K， 那么就看上涨，但是它是弱势的，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弱势上涨不能够碰飘在下沿，那么这里随时等待一个顶分型形成，那么就是风险点。而从价格走势来看啊，它底下其实还是有支撑的，这个缺口是还没有被补掉的，所以这个大缺口、大支撑、大的多方趋势下，股价如果往下跌，它其实很容易在这里引发一些买盘的涌进。但是趋势来讲，从目前的买盘的力度来看，第一次的回踩它的力度是比较弱，看一下第二次如果再回踩有没有产生比较强反弹的可能性。当前是比较弱的啊，飘带呢都没碰到。而后我们再看到 HOD 就属于还可以勉强跟上指数步伐，它前面也是弱的，后面在昨天是补上了一些力度，补了一下涨，然后量能释放有备量，所以这种动作呢就叫做有可能产生资金的一个支持，比之前我们所看的什么 AMD 啊那些英伟达那些就好很多，至少人家有量有涨，是吧？有一个反弹的强阳出现，这种强势的缺口出现，后续回落时可能别人创新低，它就不创新低了。所以每一次反弹时比指数强或跟上指数步伐，这种股票才有可能是被资金所青睐的，而后在后续回落时才有可能是不创新低的。所以股价的走势，目前的 HOD 反弹是强势的，它把蓝 K 给突破了。那突破蓝 K 说明超跌反弹的确认，而股价进入到了一个飘带内，121.289被突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上沿是多少？上沿是 131.332， 这个地方看一下会不会产生三阳小顶，目前是没有，如果产生了就要小心它的一个压力，然后等回调再去看机会。所以正常如果是黄色带，我们是找下跌的一个低吸点，然后博弈它的反弹。一旦进入到了黄色带内，你再做加仓就比较激进。所以股价走势越靠近上沿越小心风险，股价反弹靠近上沿小心风险，一旦右侧出现风险信号就要及时的撤退，因为你截至目前为止还是反弹而已。好，那反弹过程当中，这里有一个大量产生，如果后续在回调时啊，这个缺口如果是支撑下来，能够有长线线继续上，那么这种地方是可以去尝试买进的，这才是真正的去加仓的点，而不是在这种强阳的时候去加仓。强阳之后是否强，还是说它就是反弹出货，等待确认一下。当市场这个缺口一点支撑都没有，直接被跌破的时候，说明这一个量它可能是卖的人更多，而不是买的人更多，至少没有什么太多的资金可能去涌进，所以缺口才会被直接跌穿。而缺口只要不被直接跌穿，后续回调强势回踩一下再去上行，我们可以去博弈它的加速点，或者说强势反转点。现在个股我们再看到 HMS 就属于正常反弹嘛，它就碰到了飘带之上，碰一下出现黄 K， 那就等什么？等右侧或左侧，因为反弹弱势，所以你可以直接左侧开始卖。如果是右侧的话呢，就等一根阴线跌破飘带或跌破黄 K 低点。黄 K 低点是 37.36， 飘带下沿的话呢是 37.725， 这两个价位选一个，收阴跌破、实体跌破作为卖点，否则你右侧还是可以等，继续等待它的衰竭。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是不是也是自涨，或者说它是一个超卖了？因为指数它影响大部分个股，所以指数有超买现象。所以指数有超买现象，一般个股超买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所以目前是黄 K 啊，哪怕是运线上破也不要买，因为它进入到了一个黄 K 黄带之内。你要看的是股价的卖点，如果收阴线，那是不是形成有卖点，甚至是做空点？黄 K 黄带加收阴线跌破，那么是不是看空的点，或者说你反弹去卖出的点？而后股价如果继续上涨呢，就观察一下黄带会不会出现这个变盘点、变盘高点。我们只有等待止带产生，而后有支撑的时候才去积极做多。这也是为什么前期我们一直看多 APP， 但最近呢开始不太那么好去看多了。之前止带强势的时候，回踩就买，回踩就买，就是你会比较简单。等待你会发现跌破之后，确实超跌反弹是吧？跌破有多头力量的话，它容易是低点变盘，
但这种变盘力度如果是弱转为黄带，并且没有什么支撑，而是有压力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容易由多转空，你再去做多就要小心一些。对于多空转换一定要明白，如果你还不明白，就一定要把指示带好好的看清楚。目前这个黄 K 的低点是 563.5， 可以作为右侧的反手位，这里刚好也有一个缺口然后这个飘带的下沿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右侧防守位，它呢是 564.508， 收阴跌破作为右侧看跌的点。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 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它是白 K 一直在延续。我们说白 K 延续的话，它其实就还是处于超跌状态，而指数最近反弹很强势。那么比如说像Coin 等个股其实也很强势的出现反弹，而你发现 Circle 还是白 K， 那么就说明它依旧处于这个超跌状态，但是没有人在买进，或者说买的人呢不怎么去激进，或者说买的不多，所以产生白 K 延续但没有消失和反爆的现象。那么这种动作价格够低，但还是没有引发太大的买盘。当前的股价走势走了一个横盘震荡，后续你要关注指数如果真走出了高点，或者说走出了这种下跌的调整，看一下 Circle 下跌的力度，如果它不跟涨也不跟跌，好，那么还是有机会的。等后续白 K 消失反包，等一个强势阳线还是能做，只是可能会晚一些。但如果它不跟涨而后跟跌，那其实就说明前面的这个地方它不够低，还是很多人认为它还应该更低才要去买。当前的 Circle 要小心，不要轻易在这里抄底，因为白 K 还未消失反包，哪怕买也只能买很少。而后它的上沿是 81.616 作为反弹的一个压力，但这个压力对于它来讲可能还是有点高了，不太容易碰到。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SMCI 也是同理的，它呢虽然有白 K 消失，但整体反弹力度也是弱，不过它的白 K 消失反包，所以也能够看一个超跌反弹。阿哲在盘前广播有讲过，它处于一种比较大级别的支撑位附近。我们上期视频也讲过它其实左侧就是一些之前密集筹码区的一些底部位置，而后170还是走了横，所以它目前处于一个横盘处于横盘的低点，然后底是在抬高的，所以这个地方还可以，但它就是也是比较晚比较慢，所以我们用微软的一个策略来对待它也是可以的。整体呢就看一个底部反转的一个可能，但是力度上呢比微软肯定要差一点，因为它的170跌破了，它是一个震荡，而微软呢是一个上行趋势，所以当前反弹的下沿压力是 35.749 作为首个压力它的反弹还是比较弱的。哪怕做反弹，这个呢也不是当前的一个主要去看多的一个个股，还是要等待它这种底部横完再去看。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PLTR 就是回踩到170有长线影线，然后反弹力度还可以整体的力度是靠近黄带下沿 170.869， 而后没有突破蓝 K正常还是只能先看个反弹。反弹的一个走势之下，有170支撑，往中短期的一个飘带压力去上涨去试探。这个地方其实只要不跌破170，在这里相对二次回踩，然后再往上去看还是有机会的。整体至少比刚才所说的 SMCI 等个股呢要强，170也是没有去跌破的，所以还是可以去关注。但整体离压力位 170.869 在靠近，所以这里指数如果有风险的话，这种个股反弹力度不如指数的，它也一样容易跟随调整。而左边大阴线是放量阴线，所以它的上沿附近也有压力，这里反弹越靠近上方越是一个风险点。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oin 的反弹力度呢就比我们所说的 Circle 要强一点，也是白 K 出现，而后没过多久就反包，而后上涨反弹。170呢肯定是跌破有效的，所以强压力是在170和中轴线附近，大概是290附近的一个价位。那当前呢它的反弹力度是过了左边高量或大量阴线的高点，略微过去了，目前依旧可以继续看涨，因为它没有收出三阳小顶，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长上影线或者说滞涨 K 线，还是高收的 K 线，所以当下就是过了一个压力，往上看下一个压力，下沿是 272.893， 如果能过这个价位，那么空间打开就看到170线附近，所以当下呢看涨，继续看反弹，力度还可以。那至于要不要加仓，就看个人整体的仓位水平，但目前的指数有风险情况下呢，一般不建议个股随便去加仓。我们再看到下的股票是 Core Away 的话，还可以延续跟 Circle 一样，处于弱势走势下，它超跌，价格低，但没有人买，或者说买人不多，所以整体反弹力度弱。这种股票呢，你做多它的一个难度比较大，而且可能比较煎熬，因为这种股票可能会走为一个横盘正仓的动作。下沿的话是 82.172，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区，左边阴线的高点也差不多是这个区间，所以这里会有一个强压力，价格不能够出现比较明显的阳线突破，那这里就是
震荡而已。做多做空，其实这种股票都不太适合。做空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超跌，已经处于比较低的价位。那么短线呢再去下跌的一个概率再大跌的概率是不大的。那么做多的话，它可能要经历一个横盘之后再启动，所以这个地方就得磨了。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美光，前面几只股票呢会比较无聊一点，因为它是空方亦或者是超跌的个股，而美光呢至少还是一个紫色带为主，最近转为黄色带。但黄色带产生的时候呢，要关注一下压力会不会有效。它是一个紫色带破位2根 K 线之后产生的低点变盘，而后向上上涨，上涨时出现了一个三阳小顶结构，实体在缩短，很标准。碰到黄色带，黄色带刚形成，所以压力应该不强。如果这里出现黄色带碰了收阴线，直接引发再次下跌破左边低点，那基本上就是一个由紫带转黄带，由多方转空方的一个反转走势。但因为目前指数早就转黄带了，市场很多个股也转黄带了，所以美光科技它的整体趋势哪怕转黄带有压力往下走，它也是强于市场大部分的个股的，仅次于谷歌那一种类型的。所以如果你要做多是吧，那你还不如做它的一个回调，去找缺口回调买进。而当下这里呢，就是一个上涨时三阳小顶的一个风险点，你不应该随便去买进，除非收一根实体阳线，是实体阳线账上飘带，你可以去做多，可以看涨。当然这种做多点呢，仓位就不要多，正常前面低吸之后这里可以做个加仓点。而如果是收阴线，那么你应该做短线高抛。我们看到黄色带的一个区间范围大概是在230前后所以这可以做一个关注点。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是回踩170有蓝 K 超跌反弹，它其实也是一个横盘区间，左侧这里有一个突破，但突破很明显没有效突破之后又回来了，回到170不断的有支撑是吧？每次170支撑反弹支撑反弹，看一下力度，如果这次反弹它的力度没能新高，那是不是又是一个头肩顶的状态？而后目前是一个黄带压力的测试，股价黄带下沿是232.382。如果它还是一个震荡，这个地方黄带最好不要有压力，否则往下它这个反弹的空间就比较小，那么比之前都小，那么它就很容易走弱了。这个170再往下探就不一定撑得住。如果要走震荡区间，还要想往上走，这个黄带不能够有明显压力，它突破1根2根再跌会好一点。如果像前面这里碰一下就跌就不太好那么170就比较麻烦，要突破1根2根之后还能涨，这种情况下才容易有行情。如果碰飘带就跌，那很容易破170，所以它最好这里要往上去突破。飘带的上沿是237.204这个地方也作为压力区。以上呢就是11月2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反弹遇见三阳小顶，这里要注意小心。当指数有风险时，个股操作也要特别注意。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